如果美国迫使中东在美中之间做选择，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目前呢，这个地区的国家还不愿意惹恼美国，是因为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力量仍然相当庞大，但最终中东地区可能别无选择，只能接受中国的胡萝卜，哪怕这意味着要挨美国的大棒。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霸道惯惯的美国根本就不懂这个道理。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美国发现强迫他国收援北京在中东不灵了。美国从特朗普执政时代开始就打算从中东和中亚地区收缩力量，然后集中到东亚来对付中国。拜登执政之后这一战略得到了延续，并且加速进行。美国现在已经完成了阿富汗的撤军，但是整个过程混乱不堪，宛如西贡时刻的再现，使得美国的声望是跌到了新低美国从中东撤离也在进行。美国在2021年的7月份宣布正式结束在伊拉克18年的作战任务，但是仍然要留下2500名地面部队。据五角大楼发言人说，这是为了伊拉克安全部队提供建议或协助。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其他国家也在逐步的减少驻军。随着美军的撤离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开始上升，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项目越来越多，这又引起了美国的不快。但是很明显美国已经无力阻止中东国家与中国提升关系了。美国 CNN 在12月28号报道，阿联酋最近在中美外交竞争中做出了选择。首先，美国指责阿布扎比与中国合作建设的一个码头有军事用途，阿布扎比被迫关掉了这个设施。但是几天之后，阿联酋就用自己的行动打了美国一个耳光。阿联酋从几年前就开始和美国谈判购买 F-35 战斗机，但是美国为了让以色列对所有的阿拉伯国家保持军事优势，并没有很快的答应，而且在几个月之前提出阿联酋必须从电信网络中移除中国华为公司的 5G 网络设备，把这个作为购买美国 F-35 战斗机的前提条件。结果阿联酋转身就与法国的达索公司签订了购买80架阵风战斗机的合同，再加上12架欧制公司的直升机总价值高达170亿欧元。阿联酋还宣布暂停与美国谈判购买 F-35 战斗机。应该说这一巴掌打得很响亮。按照 CNN 的说法，阿联酋确定了一个新的外交基调，不打算在涉华问题上总是向美国的要求低头。这一举动为整个地区都树立了榜样。CNN 认为中东地区与中国迅速增长的贸易关系超越了旧的地缘政治竞争，美国的长期霸权可能即将结束。不止在阿联酋中国最近和伊拉克还签订了石油换学校的协议，这更是震撼了整个中东地区。据香港南华早报12月19号报道，中国政府与伊拉克政府在12月16号签订了一个框架协议，中国将在伊拉克建设1000所学校，中国电力建设集团将负责建设679所，中电国际技术将负责建设321所。伊拉克住建部的官员哈桑梅贾汉默说，学校建设将在2年内完成，其中第一批将非常快，大概工程开始后1年就能交付。伊拉克将使用石油产品支付项目的费用。美国在伊拉克打了18年仗之后，留下了一个残垣断壁、满目疮痍的国土。伊拉克目前大概有320万学龄儿童没有学上，是中国在实实在在的帮助伊拉克。12月8号，伊拉克政府还与中国电建签署了建设2000兆瓦的光伏电站的协议。中国企业还计划在伊拉克建设更多的基础设施，包括电力、通信、学校、供水系统、机场和铁路等等。中国还是伊拉克石油的最大的买家。整个中东地区的人民都在看着，是谁在当地搞屠杀、搞破坏，是谁在当地搞发展、搞建设。如果美国迫使中东在美中之间做选择，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目前这个地区的国家还不愿意惹恼美国，
是因为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力量仍然相当庞大，但最终中东地区可能别无选择，只能接受中国的胡萝卜，哪怕这意味着要挨美国的大棒。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霸道惯惯的美国根本就不懂这个道理，这就是我们必胜的原因。